公关稿已经发出去了，对外就说是律所做的应急方案，因为电脑送修泄露出去了，给大家造成了误会。卢娟拿了赔偿金不肯签合同，现在看来也是帮了忙，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不到任何的证据。他写的15条只有我有，也不怕到时候出结果的时候签补偿协议他不认。现在没有时间了，调查项目的结果一定要尽快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多多，收到我快递了吗？显示已经签收了。没有呀，最近快递收了很多，是不是搞混了？看看。在这儿。哎，摄像头买它做什么？合同从我这丢的，我总得知道怎么丢的吧？您放心吧，电脑里的文件我已经都删除了，纸质的我马上销毁。喂，你好，对，我是。好。哎，到点了，出去吃点东西。好。嗨，来，怎么在家？佳佳今天吃什么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今天不想去吃了。要不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份？好的，那我去了，拜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是金河戴总对吗？是他让你这么做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跟戴总只是工作中见过，而且也没说过几句话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曼君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是想拿你的合同当做范本，以后学习的时候用。对不起，你的理由没有办法说服我，你的话还是留给程主任说。曼君姐，程主任，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。你来的正好，合同泄露的事有结果了。你自己说。对，我承认拿了你的 U 盘，但我只是想拿一下何瑞的材料，没找到，就都拷贝了。好死不死电脑进了水，只好拿去修。我也不知道合同就这么泄露了。再说了，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在我的头上。要不是同事工程事故当得这么满城风雨，谁会去在乎一份破合同？你要是当时就把合同给我，哪还那么多事儿？够了，阮曼君，你以后做事动点脑子，没上战场就丢盔卸甲，像个什么样子？你先出去吧。是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
西家，我先说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翻你的东西，还拍了照。可是我真的是想拿它当做范本，因为全公司都知道，同事的合同是很重要的。要是你不做了，我想学习的话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都不知道你事业心这么重，不是那个为了爱情丢掉工作的你吧？反正男人靠不住嘛，那我就靠自己啊。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，是我太武断了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，可以跟程主任说，让他给你换个职位。哎，不用，你请我吃饭就好了。好吧，说吧，吃什么？火锅。好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协议已经取消了。我好像还没有答应你可以分手吧？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把你从阮文君身边给赶走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别让我不开心。小心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阮曼君。漂亮，漂亮。听清楚啊，你敢？要不是咱们两个吵了一架，他也不会害怕，更不会主动来找我，承认是一场误会。主要还是我没有处理好。怎么可能会这么巧？你不会真的怀疑我和阮曼君吧？你刚才跟我说那个张律师在金河的时候，他和曼君有闹过矛盾？也谈不上什么矛盾。是张律师是我派到金河去的，结果被戴静杰骂了回来，所以我又派了阮曼君过去的。我来处理。你帮我一个忙啊，这段时间最好让曼君休个假。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你就跟他说，所有的重要的案子都不能交给他。他的性格你最清楚了，我只能答应你试试看。我不需要休假，如果这是他的意思，麻烦请您转告他，等他正式接手正清之后，再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，或者让我离开都可以。但是如果因为您跟他的私交让我离开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委屈。没那么严重，因为他照顾你这不假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但是我绝不会因为人情而把工作搞得一团糟，这是我的原则。你也要相信自己，即便是不在正清，你同样是个优秀的律师。我知道，您因为有情绪上的问题担心我的工作。我对之前的事情道歉，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只要张弛有度，很多事情自然会清楚。这是？这是我手里所有关于同事的资料。如果律所继续分派给我，我还是会尽心尽力。但是我也有私心，我不希望再接触任何关于同事的工作。你呀，你听着啊，我花钱请你办事儿，你自己办砸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我没有义务去帮你擦屁股，明白了吗？不想重复了。
稀客呀！哎，我那天挂牌，我请你来，你不来。我今儿没空陪你啊。我再给你1分钟时间。说，第一，通宇工程我一定会建成。建成了之后，我可以给到你50%的股份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就别再动手。第二，我和曼君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，你别再去打扰他的生活，不要再让他夹在你和我之间。其实你的第1条我是很想成交的，但是你的第2条我做不到。但是好像我要不答应你第2条的话，这第1条也就成交不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莫名其妙的怎么了，那么认真的跑过来跟我说话，你想吓唬我？啊？我怎么敢吓唬你？这么多年你没有认真考虑过吗？有没有好好想想？就是当时钟老为什么会把钟氏的股份交给我，而不是交给你这个亲外孙？你有仔细想过吗？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没想。但是我给你一条路，如果你接受我所说的，我会承诺你得到你应得的，甚至是更多。否则，还是那句老话，你什么都别想。我当年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一样一样的又拿回来。你当年是什么都有，可你现在依旧焦头烂额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你别忘了1年之前，你是怎么丢了金河？东西丢了就应该拿回来，不然我跟你也现在不会在金河的楼底下谈话。倒是你童总应该回同事的好好再看一眼，因为很有可能瞬间同事就已经不再属于你了，永远。别发疯了！如果你想继续发疯，我陪你好好玩下去。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。我要的不只是你的全部，我再说一遍，包括你的前妻，我都要。我刚刚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没听懂吗？别再把他牵扯进来。你这么折磨他有意思吗？戴静姐，我告诉你，这么折磨他，只能证明一点，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真心爱过他。你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吗？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他是什么呀？你怎么对待他？你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让他受的气，让他受的委屈？他明明应该得到幸福，你给过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姓童的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想给他幸福，你就给我放手。雪点飘于寒冷空气，潮湿站牌牵手情侣，这趟列车开往哪里？是不是温柔的风景，深藏在心底的秘密？是想我和你去巴黎，一了百了，奢侈的你丢掉了甜蜜，爱着你，好委屈。如果在哪里不快乐，我一直在原地等着。又是谁浇灭了爱火？按了暂停的不是我，还爱着。对不起，童东阳，
你知不知道你不接电话很没有礼貌？林医生，是我，季总。让你家童总接电话。童总把车扔在路上了，人不见了。什么？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。你跑哪儿去了？不是约好了一块吃午饭吗？这么等不及？拿这张卡回美国。钱不是很多，但是够你花一辈子。拿着。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不是为了钱，我明白。但是你要的我给不了，所以我欠你的，只能拿钱来还。对不起。戴静杰，你是怕我对阮曼君做什么，才要赶我走吧？你怎么不明白？你们之间的绊脚石根本就不是我，是他不爱你。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你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他问过你吗？他关心过你吗？你最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你打拳受伤陪在你身边的人也是我，你喝醉酒你哭陪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我。我是我心里那个人，不是你。你心里只有你自己，阮曼君只是你想拿来证明自己的战利品。听着，我和他之间，任何事情，和你没有关系，警告一次。我给你3个月时间。你如果跟阮曼君在一起了，我立马走人。要是没有在一起，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。金鹤利用收购的公司迅速抢占了市场，而一直和我们同事合作的公司呢，都去了金鹤签了合同。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。要不是为了整个工程减少钢材业务的投资，同事怎么会被金鹤端了控制？我提议卖掉通宇，全力保同事。通宇不能卖。工程停工，每天都是巨大的损失。你承诺大家的不亏损，怎么兑现？我请大家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我还不能够改变同事目前的局面，我引咎辞职。我会将我个人手上的股权转交给各位，保障你们的利益。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只要是我在，通宇必须在。你们考虑一下。
这些文件再帮我整理一下。好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直接问杨律师就好。好。我叫人周山买了鱼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舟山的鱼好吃吗？舟山的鱼好吃吗？晚上我要加班。没关系，我也有事要处理。嗨，嗨，找我？对，我想看看你，好吗？我想跟你聊聊天儿，说说心里话。能给个机会吗？我们换个地方。我不勉强你。来。还记得这儿吗？当然记得，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不过都是错的。你说，如果那天你没有被赶下车，我没有把车停在那儿，我们没有见面，没有相遇，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惜没有如果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依旧很感恩和感谢命运能让我认识你，能让我们相遇。是你让我阴霾的生命里面有了阳光，让我去渴望温暖，让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次。很感谢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哪怕是好朋友。是你给了这一切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下，明天的太阳仍然会照常升起。
我们还得生活啊。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我们不可能带着怨恨面对彼此，对吗？那就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吧，让我重生一次，看看下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能跟你遇见。静姐，别做傻事！我答应你。你好，我叫戴静姐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。走。我可是被派来打探消息的，说吧，你到底怎么打算？后妈都找到你了。对呀，他也是急得没办法。不过你放心，我都是挑他能听的说了。可是我现在的状况，估计我说什么，他都听不了。你不是吧？是啊。依照我目前的状况，恐怕我只能应战了。那你可得想好了，戴静杰现在可是光脚不怕穿鞋的。我就想知道这个穿鞋的人到底是谁。你想一下，这么大规模的收购，他一个人不可能会完成。你是说他有帮手？一定有。我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找到这个人是谁。那这么说，你现在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，你怎么应战？我只能正面应战，这样我才能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。况且，我不想有人再受连累。搁我看啊，你怕连累别人才是问题的关键。阿姨心里肯定明白，你到底还是放不下阮半君。这本来就是两家人的恩怨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是我拖累了他，我当然要对他负责任了。哎，佟志尧，你就承认你心里有人家，你会死啊！别有一天像我一样离了婚，也追不回人家了。我跟你肯定不一样，我既然决定了，我就一定不会后悔。不会后悔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之前让我找那个职业经理人，我已经有几个备选了。但现在这形势，你都答应你妈不离开同事了，这人我还找吗？当然要找了。等我把童宇建成了，我就会马上离开同事了。嗯，明白了。还有什么呢？我能帮上的，你尽管说。没有了，好兄弟，谢谢你。哎，来，真想跟你再多喝几次酒。随时喝呀。你不是说要赌吗？是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们不是还没有在一起吗？快如你所愿了。你要清楚，
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你不是说3个月吗？对啊，我是说成全你，可是我没有保证这3个月不对他做什么，所以你最好不要让我太难过。佳佳，你如果希望我永远恨你，你就去告诉他，告诉他也好。这样的话，我在他面前会少了几分的愧疚感，懂了？季东来了，他来干嘛？说是童总让他来跟你约个见面时间。童总，约吗？约？干嘛不约？人都来了，那么有诚意，约。约在后天下午3点了。他还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。童总，你确定要见他？这个事情低调一点，千万不要让夫人知道。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能知道的？对不起，童总，我今天从金河出来就撞到了夫人。是我让小张开车跟着他。袁正明、小张、季东，你到底在我身边安排了多少个眼线？我们是敌人吗？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我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季东，你去吗？那我就不瞒你了，我是打算促成同事和金河的合作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啊？工程事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和他的关系，你还要把他扯进来？你明明知道他是担心期限到了拿不到1分钱才回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拱手相让？你就不怕他拿到了股份，扩大了实力，反过来咬我们同事一口吗？你这是在作茧自缚啊！钟老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道难题？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不清楚。那好，我来说。钟老在临终之前，他后悔了。他后悔在静杰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但是他没有时间了，他不敢面对。3年的时间，是留给我们兄弟相认的时间，也是留给他化解心中仇恨的时间。戴静杰不是回来给你化解仇恨的，这我当然知道。1个月之内收购了7家公司。整合起来的钢材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同事，他就靠着这个已经断了同事的1大半货源。再这么下去，同事就毁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事落入戴静杰的手里了？可是我不想辜负钟老，我更不想让静杰带着恨意过完下半生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他会感激你吗？你和他根本就是农夫与蛇。是，但是您和父亲
不是曾经也扮演过生物？也许这就是我们偿还他们的机会。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想逃避你。我买的是郁金香，代表友谊的。我今天来，上次的鱼，今天刚买回来，你老家的鱼。本来想尝尝你的手艺，但是下次吧，等你邀请我的时候。谢谢。你自己吃吧。再见。喝点鱼汤补一补。谢谢多多姐啊。这人肉带回来的鱼汤啊，就是不一样，看着都特别鲜美。说如果当时你就从了戴静杰，得有多好，天天就可以喝鱼汤。根本就没有如果，你也知道，根本不爱他。我不管啊，反正我天天都要喝鱼汤，天天都要喝。好，以后啊，天天做给你吃啊。人生真是荒谬，真是荒谬。你不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吗？当初我和钟老谈合作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。你是故意的。你知道当时我在哪儿？站在门口，站在车外面，站在那儿等着，等着你们谈判的结果。你是担心我们合作了，你就没有机会了吗？我习惯了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眷顾过我，公平在我的世界里就没出现过。机会，这个词儿都是我自己去寻找的。我小心翼翼、小心翼翼、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件事。我没想到最后还是输了。外公把所有的都给了你终于承认是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，而不是我为了股份害死你。我并不是来跟你叙旧的，但是我跟之前一样，是过来谈合作的。合作。你跟我谈合作，认输了，这么快认输了，你让我觉得胜利来得太简单了。你说你对我的工程动了手脚，你胜之不武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得到的可以比你想要的更多。但你要清楚，我不是我外公哦，我没那么好糊弄。
如果你接下来跟我说的话特别的诱人，那恐怕你会失去这次机会。那你不妨听听看呀。你用你的金额入股同宇，全额抵押给同事，不分文不取。我答应你2年之内把中视所有的股份都一并还给你。另外，我再送你一份礼物，同宇30%的股份。你觉得够诱人吗？之前你不是说要给我一半吗？可是你没答应，你错过了。耍我！这个就是今天的价格，这是我刚拟出来的，已经签好了字，盖好了章。你拿过去签个字，盖了章给我。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作数。要是你不答应，可能下次连30%都没有。拿一个破楼的项目来跟我换刚刚买走了7家公司的金河，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那要看你把自己当什么。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好好考虑清楚。我随时欢迎你过来找我。童总，合同签了吗？他没有签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清洁他非常想签。季东，啊，我可以确定通宇这个事情，一定是他动了手脚。不过咱非得整这么全吗？万一他要是签了呢？但合作我是认真的，只是一天一个价格，我是在逗他。1年过去了，咱们这个小对手长进了不少。你不给他点紧迫感，他怎么会露出破绽？还有，金河股份置换的事情，他做不了主。从现在开始，找人24小时帮我盯紧他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钱用。知道了。哎，啊，这么晚了，不用去公司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咱这不就是回家的路吗？前面拐2个红绿灯到了。我先睡一会儿，等一下到了叫我一声。好嘞。对不起，您拨。哎，送你们家童总回来啊？李总，是啊，我刚把他送回来，但是我发现他没带门卡，我回来给他送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家里也没有人，他没有门卡能上哪？他回来多久了？也就10分钟吧。你亲眼看到他回来的？我掉过头的时候亲眼看见他上楼。那就没什么事了，估计
他发现自己没带门卡，然后知道我马上就回来了，然后就没给你打电话。门卡先给我吧。他应该就在附近，你走的时候帮我看一眼。他如果在附近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那我院里转转。好。啊。哎，林医生，我们童总不能出什么事儿吧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青年路，这不已经在家旁边了吗？他以为在公司那儿呢。没事儿，估计最近忙的吧，他也没休息好。放心吧，你先去忙，然后看到他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反正你在这儿我也放心了。好，啊，那他要回来也给我来个信儿。好，放心。好，谢谢你。水浩，我找不到家了。知道你还没有睡，起来把药吃了吧。要聊一聊吗？我还能清醒多久？虽然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记忆认识、空间定向、情绪控制方面的障碍，但是你的语言交流、思维逻辑，目前看都是正常。当然，这不排除是你30年来诡辩锻炼出来的，这样也说明你的病情发展的相对缓慢，所以你要有信心啊。可是通野的周期至少还需要8个月，我需要最好的药，还有医治病情最好的办法。那你8个月之后怎么办？也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吧？阮律师，同事上次的赔偿合同，你这儿还有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调查呢已经结束了，结果这2天就会公布。反正赔偿是早晚的事情。同事那边呢要求说快点结束这个案子，我也想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。合同我已经删除了，程主任那儿应该还有，你去问他要一下吧。好的。
我们不见了，我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，只要戴静杰还在这里，通宇就永远停工。我只要你看好同事，这个总可以做到吧？你明明知道他是来抢同事的，还要我拱手相让，我做不到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住同事吗？我答应他和他一起建成通宇工程，承诺他应得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亲手拦下他所造成的一切危机。我必须要让他看到我的诚意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，告诉他我建造通宇工程的初衷是什么。只有他心中的恨化解了，这一切才能够真正的结束。你别做梦了。我们谁都回不去了。我要是你妈，我也不会同意啊。戴俊杰参股通宇工程，表面看是没有问题，但一旦同事抵押在中视的2成股份出现问题，不光是通宇工程，到时候恐怕就连同事都不由得你做主了。你再想顾全大局，也得想想自己的处境吧。我就是想太多了。我想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才会错过最好的时间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，不过还好，季东已经发现他跟谁联系了，只要我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也许可以有转机。我知道，你想利用通宇工程的利益，捆绑戴俊杰，让他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可他终究是一个不受控的人，更何况，恐怕他想要的更多吧。如果我现在推开他，恐怕就再没有机会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。所以不管多危险，我都想试一下。你知道我说的是阮半军。之前我去找多多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俊杰车里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，我怕你冲动。你和多多和好了？你就当我没说。我想好了，我入股通宇，但是我不会拿金河作为抵押，因为我没那么傻。说吧，你想要开什么条件？投资，按工程项目的地价来投资。该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。工程事故之后，对最后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影响。这么快就想跟我共进退了，你不怕后悔吗？怕，当然怕。所以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怎么来弥补。我洗耳恭听。我只出30%的钱，但是要占到50%的比例。合作愉快。你真的要和童卓瑶合作吗？我原本是想拿通宇的工程来拖垮他，但没想到他会变通。
主动过来要跟我合作。那既然都这么唾手可得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把金河给搭进去？可童卓瑶不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。为什么呢？如果通宇的工程陷入了僵持状态，他怎么跟股东们交代？这倒未必吧。我可听说股东们这2天都在为通宇度过危机松了口气，都安心的在等着分一杯羹。老实说啊，要不是不甘心想多赚点养老钱，我也一样，可能在家就等着数钱了。数什么钱？数他给你们那点施舍是吗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。如果他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一步就可以跟他平分秋色。下一步，通宇就是我的。再下一步，你懂的。童卓瑶也不是吃素的吧？当然。但是他抵押在中视的股份，合同到期了还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金河就能趁机吞掉童氏。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白呢？我只是想要让那些股东们看一看，是他有能力，还是我有能力？没错，项目合作案也是比较常见的类型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利益配比，还有回收的时间，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很有可能引起违约的情况，我们都要考虑进去。阮律师想得很周到啊，我们的法务工作就是要细致，不能有半点的纰漏。程律师是这样啊，您看啊，因为那个回收的时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今天约你出来，是因为我有事要请你帮忙。当然，你可以嘲笑我、骂我，甚至打还那2巴掌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，如果你能够既往不咎，那我林陆云一定回报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来，是因为您上次还有话没说完。我希望现在把之前所有的事情做个了结。您请我帮忙的事情，连同事都解决不了，恐怕我也爱莫能助。是，你说的很对，但是现在卓瑶只听你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出来求你。我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劝他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和戴静杰合作。他要和静杰合作？是，卓瑶要和他一起合作开发通宇，马上就要签合同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戴静杰因为终老遗产的事情恨透了卓瑶，而且他一回来，通宇就一团乱。他还假惺惺地说要合作，他分明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搞垮童氏。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，他不可能想不到。所以，他就是鬼迷心窍了。他明明知道工程事故和戴静杰有关，他就是不肯彻查事故原因，匆匆善后，马上就要复工。他见好通宇，就是他这么坚持，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。我是个外人，
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抱歉，童。我知道你是在怪我，怪我拆散了你们，可是卓瑶没有错呀。更何况，戴静杰之所以这么恨他，有几分也是因为你，不是吗？你现在就要撇清关系，你不觉得你太绝情吗？情分呢，是两个人之间的牵绊。1年前，多谢您替他打那一巴掌，彻底了断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希望他一切顺利，也希望您保重。如果他是为了你呢？他这么匆忙把通宇建好，是因为他要离开同事。他不承认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就是为了你。他要带你离开。就像当年带走欧菲一样。任曼君，如果他心里真的没有你，你以为我会气得打你？这1年多以来，他过得一点都不好。忙的时候，他干脆睡在办公室；闲下来，我常常看他拿着你的照片，一个人偷偷的流泪。他不在你身边，可是这1年多，他打给沐琛的电话比过去20年还多。他不在你身边，可是只要你一有事情，他马上可以放弃一切，不管不顾。你就是这么回报他吗？就是自动自然那一双话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给他们都使用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好吗？我先过去一下，那边还有客人。你说这皇太后啊，还真会打如意算盘。当时觉得你是个麻烦吧，给你2巴掌，叫你滚远了。现在呢，觉得你有用了，又苦哈哈的上门打什么苦情牌，求你原谅。合着他以为别人都是为他们童家而生的。可是为什么卓瑶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呢？也许只要他说没有，我就会信。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。他有什么可信的？他一边跟你信誓旦旦，一边又跟别人生了小孩儿。他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他真的不接戴静姐电话，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和童卓瑶合作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……你看你吧，一听到童卓瑶有危险，你就心乱如麻。现在呢，戴静姐跑上门来献殷勤，你却避而不见。你心里爱谁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我只想要知道，卓瑶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好，我帮您老人家，我现在就给袁振明打电话。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
们在门口等啊，进去说吧。哎，别进去，怕你污染了我的店。明天呢，就在这儿贴一个告示，上面写着“袁振民与狗不得入内”。好，那我们去车上说。别，就这儿说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：童卓瑶为什么要跟戴锦杰合作？李多多，你半年不见我，你主动打电话找我，就是为了问别人的事情是吗？说的没错。那我要亲口跟阮文静说。怎么进来的？你不关心女主人在门口等，你还不让我弄个房卡呀？房卡，来，我看看，给我。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在别人那儿吃了闭门羹，回来拿我撒气？你怎么知道？好奇怪呀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嗯？我问你呢。说话！阮文君下午出去了，是林露云找他。所以他不敢见我。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只有童卓瑶。我告诉你，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滚蛋！他明知道自己在冒险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你说，要是戴靖杰突然中途反悔，单方面毁约，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啊？我只知道他想尽快把童宇建成，因为完成这个项目，他就可以离开童氏。好啊，你是不是跟皇太后串通一气？之前童卓瑶为了那个破童氏，伤透了别人的心，现在又假惺惺的说要走，谁信啊？反正就是不愿意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说什么呢？没头没尾的，把话说清楚。多多，其实我也问过他，但他也不肯跟我说，总说没有时间，来不及了。我估计啊，他是后悔为了江山失去美人，怕时间长了夜长梦多，两个人关系渐行渐远。毕竟我是前车之鉴嘛。大概了解了，谢谢了。听到了吗？曼君说他了解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做？离婚？离婚和我有关系吗？你不是说了，你和我之间就是一场游戏，现在游戏结束了 ，Game over， 可以走了。多多，别碰我！就算你功成身退，行了吧？不愿意走是吧？好，那你杵这儿，走，曼君，我们走，走。你就一个人自己在这儿看店吧，走。其实我真的想不通，像戴锦杰这种有仇必报的人，他现在又说跟你重新开始，不会逗你玩吧？
怎么可能重新开始呢？不过你也不能让我眼看着他做危险的事情不管不顾吧？那他这次不会像之前一样，又要利用你对付童卓瑶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必须离卓瑶远一点。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只要在他身边，我就能知道。刚好路过，送你上班。好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，推销电话。你先说。有一家餐厅鱼不错，想问你，晚上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下班我来接你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把收条拿出来，罗娟居然说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这都什么人呢？我们给的赔偿金比标准高了将近1倍，还不满足吗？再给他拿20万，还给啊？你去趟正清，让他们做一份保密合同，然后你跟程律师说，这个钱他如果想拿的话，必须把合同签了。这无法不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自己去。干什么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西佳，你没事吧？我去叫保洁。没关系。西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约了阮万军，没空，你也别搞什么小动作。公虎多时了，上车。曼君姐，找我有事啊，西佳？对呀，洋洋爽约了，我能跟你们一块吃饭吗？你们不介意我当电灯泡吧？今天可能实在是不太方便，改天吧。改天我请你们一起。我开玩笑的，是因为何瑞那份合同有问题，
我的意思是，我明天再给你吧。明天下班之前吧。哎，先走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软吗？之前我去找兜兜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静杰车里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，怕你冲动。怎么不做呀？等您赐座呀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。我发了疯，就快要掉了命。你出现，我才能呼吸上见你。时间判我无期徒刑。我们就快要掉了命，你出现我才能呼吸上见你。时间判我无期徒刑。我们。没关系，你说。没关系，你接吧。你说，不重要。我先去洗手间。哎，钱你是不是拿到了？他老婆的赔偿金也拿到了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说你们对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太满意的话，那就给我滚蛋，滚出这个城市，懂吗？女士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手机忘了拿。好的。原来在这儿，我还到处找呢。没关系，给我老婆送你一新的。不能用你的吗？都是你的。好吃吗？这儿的菜还不错啊。我也觉得。佟中阳，开门！佟中阳，你能不能把药吃了？你再闹情绪啊？
你怎么对待他？你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让他受的气，让他受的委屈？他明明应该得到幸福，你给过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姓童的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想给他幸福，你就给我放手。童卓瑶，卓瑶，卓瑶，你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你没事吧？卓瑶。